龟背竹出现黄叶、卷叶、新叶长时间不生长，新叶长出来生长比较小新叶畸形带焦边。那么这些问题预示着你家这个龟背竹有可能已经烂根了。咱们可以把盆面的土往下抠一抠，把这个根系给它露出来一部分，仔细检查一下它各个根系是否有发黑腐烂的现象。像这种破皮发黑、一捏化水的这种根系，它都是烂根，咱们就果断的给它拔出来去换盆换土。像顶端这个发黑腐烂的咱们都给它拽掉其实龟背竹的根系很脆你一掰就行很多人喜欢用拿剪刀去剪我是不太建议剪你剪完以后这个伤口挤压愈合比较难，它更容易造成感染。咱们把所有的黑根烂根没有韧性的这个根系清理掉以后这时候去看你家这个龟背竹有没有这个新根发出来，如果有，咱们换土直接种如果说根系烂的比较狠整个的这个气生根它全烂掉了就剩个杆了，咱们可以用水培去先发根咱们以前拍过视频，可以去翻一翻，是吧？这时候很多人会问这个旧土还能不能用咱们一般不建议用旧土因为你龟背竹烂根你确定不了是旧土里边有菌你还是这个旧土里边肥多了，或者是里边有一些未发酵腐熟的一些有机肥的一个成分，是吧？所以说这个旧土往往一般情况下咱们不好处理的时候，植物根系少虚弱的时候，旧土不用，咱们尽量换新土去用。那么如果你的旧盆的大小，包括旧盆的这个排水程度好一些的话，旧盆是可以使用的你可以用开水烫一下，适当的杀菌。如果说你的旧盆大瓷盆排水透气不好，是吧？咱们尽量的换一个新盆排水透气好一些的这个花盆。那么龟背竹换新土我用的是咱们这个中南沙火土里边是泥炭加珍珠岩火炭石树皮微酸性。这个土特别松软，里边颗粒配置的也比较大它兼具了保水和排水还有透气性它是一个通用型的土咱们大家直接用就可以这时候咱们种植咱们可以躺着种尽量的把这些根系让它去接触土壤让它重新往土壤里边去扎根。根系接触新土接触的越多，那么它发根的概率就越大咱们种植龟背竹的时候，这个手法比较重要你贴着盆边往下去摁土尽量的把土填的稍微实一点，别太虚，尽量的让根和土能够完全贴合这个植物长根它得贴合到土壤，然后根尖位置它会分泌一些粘性物质往土里边去扎，这样它才能发根如果你贴合不了，那么它是没有发根条件的或者发根是非常慢的。如果说龟背竹它固定不好，稍微有点晃的话，咱们可以拿个铁棍给这个叶片给它卡上，进行一个固定，是吧？种植的时候注意这个茎干上尽量不要埋土，咱们浅埋浅种，是吧？浅埋浅种的目的就是让空气能够进入到土壤当中，你浇再多的水，它的空气能进去，它的根系都能够正常的呼吸，是吧？它就往外长。咱们浇水之前20厘米花盆直径，咱们可以放1勺到1勺半的这个咔咔长根的微生物有机肥扒拉扒拉土，用土给它覆盖这里边有植物能够直接吸收的一些小分子有机物另外这里边含有多种益生菌，它遇水激活以后它的分泌物会刺激植物的根系快速的生长，快速浮盆。咱们平时20天左右都可以给盆面去补充一些，同时它还能调节土壤的一个酸度预防和治疗土壤的一个板结。平时20天左右用一次就可以。然后咱们定根水，小水慢浇，浇透浇足咱们新手花友别问了，这个定根水哪有卖的，就是自来水。然后你要切记它的缓苗的环境，光线一定要明亮的散射光，光线过暗了它没有光合作用它制造不了糖分，它是不长根的你一定要光线明亮的位置进行缓苗，它这缓苗的光线很重要别忘了点赞关注